墙的故事。我们公司位在市区的一栋商办大楼里，一旁有座不算太大的小公园，里头有几棵老树，几张长椅，环境幽静。白天偶尔能见到老人散步或家长带着小孩来玩，算是都市里难得的绿地。公园内有一面残破的水泥墙，一旁立着个纪念碑，据说是过去监狱的围墙遗址。这个地方白天看起来与一般公园无异，但到了晚上，气氛却总有些说不出的诡异。学长告诉我，这里有个故事，而这故事与我们公司的一位同事有关。我们公司因为业务关系，经常需要与国外客户对接，为了配合时差，我们的上班时间从中午开始，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才结束。这样的作息让我们的晚餐时间通常落在7点左右，距离下班不远，吃完饭回来收尾一下就能准时走人。我刚进公司的时候，学长几乎每天都会约我一起去买晚餐，而我们经常会经过这座公园。说也奇怪，每次经过公园，学长总会停下来点一根烟。学长，你不是戒烟了吗？有一天，我忍不住问他。学长只是笑笑，吐出一口烟雾，淡淡地说，这不是给我的，是给这边的好兄弟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学长见我神色怪异，便拍了拍我肩膀，别怕，这里的兄弟只是不喜欢被冒犯，不会乱找人的。冒犯？我皱眉，学长你该不会真的遇过什么吧？学长顿了顿，望向那面破旧的水泥墙，深吸一口烟后，缓缓开口，不是我，是以前的一个同事。几年前，学长刚进公司的时候，还有另一位年轻同事，我们暂且叫他阿杰。阿杰个性直来直往，有点嘴碎，也很容易不耐烦，尤其对一些他觉得无用的事物，总是嗤之以鼻。那段时间，阿杰和学长关系不错，经常一起买晚餐。有一次，他们像往常一样走过这座公园，阿杰盯着那面水泥墙和纪念碑看了一眼，不屑地笑了笑。一面破墙，还搞什么纪念？他走进纪念碑，上面刻着几行字，提到这里曾经是监狱遗址，曾关押过许多政治犯，其中不少人更是在这片土地上被处决。监狱的墙还要纪念？阿杰冷哼，这些人关起来刚好而已，别告诉我还有人觉得他们冤枉。学长听了，连忙拉住他，喂，你小声点，这里。怕什么？阿杰嗤之以鼻，一脚踹在纪念碑的底座上，还嘲讽道，真是浪费我的纳税钱。这一脚回声在空荡荡的公园里扩散开来，格外刺耳。学长当时心里有点发毛，总觉得空气变得沉重，但阿杰没察觉，哼着歌继续往前走，丝毫不把这当回事。然而，从那天开始，公司开始出现一连串的怪事。当晚，他们回到公司后，阿杰刚坐下，办公室的灯光忽然闪了几下，随后完全熄灭。靠，怎么停电了？阿杰不耐烦地拍了拍桌子。但诡异的是，整层楼的灯都还亮着，只有他们这间办公室陷入一片黑暗。过了一会儿，灯光又亮起来，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电路老旧吧？阿杰耸耸肩，继续工作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结束。隔天，公司里的印表机莫名其妙开始自己运作，机器里没有人放纸，但它却不停发出刻刻的声音，仿佛在试图列印什么。学长和其他同事检查了半天，却发现印表机根本没连上电脑。见鬼了，有人低声说了一句。第3天，饮水机的热水莫名流光，机器直接干烧，还差点引发火警。第4天，阿杰的办公椅自己滑动，就算没人碰，也能看到它慢慢移动。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，最后所有的异象都集中在阿杰身上。直到有一天，阿杰在办公室里突然大声尖叫，整个人疯狂地往门口跑，跌倒在地板上，脸色惨白，像是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。众人赶紧扶起他，阿杰却浑身发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最后，
学长和几个资深员工带着阿杰去找一位懂这方面的老师，请他看看是不是惹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。老师听完后沉默了一会儿，才低声说：“你们应该知道那面墙的历史吧？”学长点点头，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老师叹了口气：“那些人是无辜的，当年的冤案很多，他们心里不甘，但大多数时候他们不会害人，除非有人对他们不敬。”听到这句话，阿杰的脸色瞬间变得死灰。最后在老师的指点下，他们准备了香烛、冥纸，在那面墙前诚心道歉。阿杰更是磕了3个响头，连声说着对不起。从那天起，所有的异象才终于消失。故事讲到这里，学长弹了弹手中的烟灰，叹了口气。所以啊，经过这里的时候，我总会点根烟，摆在这面墙旁边。他看着纪念碑上的字，低声道：“有些人离开了，但他们的冤屈还在，对这些无名的好兄弟，还是要保持敬意。”听完这故事后，我再也不敢轻视这面残破的围墙，因为有些故事仍然被留在这里，不曾散去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